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锁定中文故事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中文学习向导，既爱武侠电影又擅长拆解中文表达的小薇。最近好多朋友跟我说，看《卧虎藏龙》时总被里面的中文词难住，侠义翻成英文没那股韵味，江湖心法不知道怎么理解，更别说用在日常对话里了。其实这部电影根本不是看不懂的武侠片，而是超棒的中文学习素材。今天咱们就边聊电影里的经典片段，边学实用口语，还会教大家一套3步练习法，保证看完电影既能说地道中文，又能懂中国武侠文化的核心。先从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说起吧。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比剑那段，竹叶纷飞，两人踩着竹子交锋，画面特别震撼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李慕白明明能打赢，却一直让着玉娇龙，还说习武之人要懂克制。这里的克制可不是简单的忍住不打，它是中文里特别有深度的词，既指控制自己的欲望或动作，更藏着尊重他人、守住底线的意思。就像电影里，李慕白有绝世武功，却不恃强凌弱，他想教玉娇龙的不只是剑法，更是习武先习德的道理。这正是中国武侠的核心价值，侠义不是打打杀杀，是克制与担当。于秀莲也是如此，明明知道玉娇龙偷了清明剑，却没直接揭穿，而是耐心劝他归还，因为他懂玉娇龙的叛逆，更守着和李慕白的约定。这就是克制在人情里的体现。日常口语里这个词也常用，比如吃火锅要克制，不然会胃疼；生气时要克制情绪，别乱说话，记下来就能直接用。再说说电影里反复提的江湖，很多朋友看字幕翻成江湖就懵了，其实它的意思特别灵活，表面是江河湖泊，但在武侠文化里是侠客们生活的世界，延伸到现在指的是有特定规则的圈子或人情社会。比如李慕白说，我想退隐江湖，不是要去湖边住，而是想离开武侠纷争的圈子。现在我们说职场江湖，就是指职场里的人际关系和规则。记这个词有个小技巧，把江湖理解成圈子加人情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刚进入中文学习的江湖，还有很多要学的，既地道又有趣。它还常和其他词搭配，比如江湖道义，就是江湖里的道德准则。像于秀莲坚守的守信不伤人，就是典型的江湖道义。现在说做人要讲江湖道义，也能表达守信用、有原则的意思。还有李慕白总提的心法，有人会以为是心理的方法，其实它的本意是习武的内在口诀和精神要领，不是具体的动作，而是指导思想。比如李慕白的心法是以静制动，不成匹夫之勇。现在这个词早就跳出武侠，日常用指做一件事的核心思路或秘诀。比如学中文的心法不是死记硬背，是多听多说；健身的心法是坚持，不是追求重量，用在生活里特别贴切。咱们可以结合电影片段记，玉娇龙只会用蛮力挥剑，没有心法，所以打不过李慕白。就像学中文只背单词不理解语境，永远说不地道。
这就是有心法和没心法的区别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懂了？除了这3个词，电影里还有5个高频实用词，每个都能直接用在日常对话里。咱们一个个说。第一个是切磋。李慕白说，想和你切磋剑法，可不是打架，是互相学习、交流技巧的意思，语气特别礼貌。日常用，比如我们明天切磋一下中文口语吧。他喜欢和人切磋篮球技巧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兴趣，都能用。第二个是坚守。于秀莲坚守对李慕白的承诺，玉娇龙坚守自己的自由。这个词就是坚定的遵守，不放弃。比如坚守原则，坚守岗位，我一直坚守学中文的习惯，说出来特别显态度。第3个是成全。李慕白成全玉娇龙的叛逆，于秀莲成全2人的情谊，意思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愿望，主动放弃自己的诉求。比如朋友成全了我的旅行计划，父母成全了他的梦想，讲人情往来时用特别自然。第4个是释怀。李慕白最后放下执念，对于秀莲说，我终于释怀了，就是放下心里的纠结和烦恼。比如对过去的错误，我已经释怀了，别纠结小事，学会释怀。聊情绪，聊过往都能用。第5个是当局者迷。玉娇龙深陷江湖纷争，却看不清真相。这个成语指身处事情中的人容易糊涂，旁观者更清楚。日常用比如你别太着急，当局者迷，我帮你分析。给别人提建议时说，既专业又亲切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这些词看着好记，可怎么才能灵活用，不只是背下来呢？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套观影记词到场景模拟到文化联想3步练习法，专门针对电影里的词汇，亲测有效。第1步，观影记词，绑定场景。在看《卧虎藏龙》时，遇到刚才说的这些词，立刻暂停，把电影场景标出来。比如听到切磋，就记下李慕白和玉娇龙切磋剑法。听到坚守，记下于秀莲坚守承诺。中文记忆特别讲究场景绑定，你一想到切磋，就浮现2人比剑的画面，自然就记住意思了，还不容易忘。第2步，场景模拟，带入角色。选一段电影片段，比如于秀莲劝玉娇龙归还清明剑，自己分别带入2个角色，用刚学的词对话。比如你带入于秀莲，可以说，玉娇龙，清明剑是李慕白的心血，你该归还他，这是江湖道义。带入玉娇龙可以说，我只是想切磋剑法，为什么大家都逼我？这样带入角色说，比单纯背单词生动多了，还能练语气。第3步，文化联想，迁移日常。每个词都关联一个中国文化点，再迁移到生活场景里。比如江湖关联中国人重视人情圈子，日常就可以说留学圈也是一个江湖。心法关联中国人重内在逻辑，日常说学做饭的心法是掌握火候。这样不仅会用词，还能理解背后的文化，表达起来更地道。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懂中文的门道。除了记词，通过这部电影学中文还有3个隐藏好处。一是提升语感，电影台词简洁又有韵味，比如江湖儿女恩怨难了，
句式工整，读起来有节奏感，能帮你慢慢感受中文的韵律美。二是理解语境，很多词在不同场景意思不同，比如江湖在电影里是武侠圈，在日常是生活圈。看电影能学会根据语境判断词义，避免用错。三是传递文化自信，你和中国朋友聊《卧虎藏龙》，用里面的词聊侠义、心法，他们会觉得你不仅懂中文，还懂中国文化，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我之前有个学生，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学了切磋、坚守这些词，后来去中国旅游和武术师傅聊天时用上了，师傅特别开心，还免费教了他几招。这就是文化共鸣的力量呀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学中文不用急，也不用觉得枯燥，结合自己喜欢的电影，边看边学，既有趣又高效。如果大家还想通过其他武侠电影学中文，比如英雄、一代宗师，或者想深入学《卧虎藏龙》里的轻功、内力这些词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觉得，原来武侠电影不只是好看，还能这么系统的学中文、懂文化。也期待大家看完《卧虎藏龙》后，都能把学到的词用在日常对话里，真正让中文活起来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